大家好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。自从我知道馄饨皮儿这样做，从来都没有买过。做法和制作的诀窍都非常的简单，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在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食盐，提升面的筋性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接下来，我们用120毫升的清水和面。边倒边搅拌，少量的多次添加，把面粉搅拌成小一点的颗粒面絮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和出来一个偏硬的面团。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窍门，和硬面团面絮一定要小且均匀，反之面絮颗粒越大，面团就越软。现在我们下手揉成面团。这时候大家在揉面团时会觉得特别的硬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团成面团以后，盖上盖子醒面30分钟。30分钟以后再下手揉，这时候面团就变得松软了很多。这次揉的时候就会很轻松的把面团揉光滑。大家请看，面团揉成像这样，表面光滑细腻就可以了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我们准备适量的玉米淀粉，用它代替面粉。好处是既可以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，而且还能使做出来的馄饨皮儿更加的透亮。下面这一步很关键，面团放在案板上，不要直接擀，一定要先用擀面杖按压，均匀的按压开，这样才能使我们做出来的馄饨皮儿在下锅煮的时候才不会破皮，吃起来不发糟。好了，面团按压开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擀面皮，在上面撒一些淀粉。和擀手擀面的手法一样，把面皮儿擀开擀薄，从一头卷起，把整个面皮都卷到擀面杖上面，卷得紧实一些，然后再擀。擀完一面以后，在上面撒上玉米淀粉，防止粘连。再次从一头卷起，重复以上的步骤。其实在擀面皮时，很多都不会用这个劲儿，我们只要记住推过去，向下用力往前擀，拉回来的时候不用力，很快就能轻松的把面皮擀大擀薄。现在我们薄薄的面皮就擀好了，大家请看，当面皮擀成像这样，放在手上，能透过面皮看清手掌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用擀面杖作为比尺，用刀切成宽度约5厘米左右的长条，再拿切下来的长条作为衡量标准，把剩下的全部切完。长条全部切完以后，先切掉头，切出来一个齐头。切下来的边角料可以煮馄饨时放里面一起煮着吃。下面我们再用刀切成长度约5厘米左右的四方块，也就是馄饨皮。大家请看，这样一张薄如纸的馄饨皮儿就做好了。然后我们拿起一张馄饨皮儿作为对比，把剩下的全部切完。现在我们的馄饨皮儿就全部切好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切出了60多张馄饨皮儿，而且成本也不高，非常的低，
还不够2块钱，而且自己做的馄饨皮儿一点也不比外面卖的差，自己在家做一次最少能吃3天。我们做馄饨皮儿一次做的太多，可以像我这样把它装进保鲜袋里面，密封保存起来，防止馄饨皮儿里面的水分流失掉，然后放入冰箱保鲜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出来包馄饨。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几个包馄饨的手法，好看又实用。好了，现在馄饨全部包好了。下面在空碗加入少许香菜，适量虾皮，再来少许的香油。现在锅里面的水也开了，我们煮馄饨，把包好的馄饨下锅，轻轻的搅动一下，防止粘连。开锅以后呢，煮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像这样一碗清汤馄饨就做好了，煮出来的馄饨皮一个都没有破掉，而且非常的透亮，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肉馅儿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食欲。好了，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同时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留言。我们明天再见。大家好，在1斤面粉里面倒入1斤的热水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不用揉面，也不用和面，筷子一搅，出锅瞬间变美食。这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葱油饼。只要你学会这个配方和比例，不管你是自己家里吃还是商用开店都可以。那么下面就开始，准备1斤面粉，面粉的比重是520克每升，所以1斤面粉约是 0.69 升，约961毫升。如果家里面有量秤，会更精准一些。倒在大碗里面，接下来准备500毫升热水，45度左右，1斤，分2次倒进面粉里面，把面粉和水充分的混合均匀，直到搅拌至没有面粉颗粒就可以。此时的面粉非常的稀，这是正常的，大家也不用担心。看一下，搅拌好的面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稀，也非常的黏，含水量非常高，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，不用揉面，也不用和面。放一旁后，在案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。接下来看一下如何把面取出来，同样是往上面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然后再下手取出约1半面的量，刚好是一个饼的分量。
再往面团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然后用手这样简单的整理一下，也不用去揉面，起筋的话饼就不松软了。再拿擀面杖把它擀成厚度约5毫米左右的大面皮，擀面时这样交叉十字的擀，面擀的会特别均匀。面皮擀好后，再用小刷子再往上面刷一层食用油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关键点是要刷均匀，边边角角都要刷到油。往上面再撒一层干面粉，还要再撒上少许食盐，增加口感。最后在上面撒一层葱花，喜欢葱香味的朋友，这个小香葱是可以多放一些的。接下来把面皮一头这样折过来，然后在上面刷一层食用油。刷油的目的主要是锁水，让饼的层次感更分明。再从底部把面皮折过来，同样也是在上面刷一层食用油。再把右边的面皮也折过来，重复之前的操作。最后直接把面皮像视频中这样交叉的叠起来，再用手简单的整理一下，团一下，上面再撒一层干面粉，然后再把面团给它翻过来，一个饼的生坯就做好了。擀成合适大小的饼坯，不要太厚，同样是5厘米左右厚就可以。把擀好的饼坯放进提前预热好的平底锅里面，整理平整，在饼的上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盖上盖子以后，用中大火烙2分钟左右。2分钟以后，饼的底部定型，金黄后翻面，烙另一面。好了，好吃的葱油饼出锅了，好香呀！把饼切成我们自己喜欢的形状。现在我家满厨房都是浓郁的葱香味儿，真的太香了。好吃的葱油饼这样做，不仅层次分明，而且外皮酥脆，满满的葱香味儿。而它里面的层次也是特别的柔软，放凉了也不会硬。正宗葱油饼的秘方其实就是水和面粉的比例1:1或者1:1.2，再有就是和面用的水不能用凉水，控制在45度左右的温水最佳。这样不管你是烙家常饼还是葱油饼，饼的层次感和口感都差不了。好了，如果这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就用您发财的手点个小红心吧，非常感谢。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是老蔡。今天我们来做玉米面发糕。可是，在做发糕时，10个朋友当中9位都会做错，导致我们做出来的发糕口感发黏，不蓬松还粘牙。今天我就把诀窍和关键点教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在空碗中按照1:1的比例准备玉米面和面粉。这里我加入100克玉米面和100克面粉，再往里面加入3克酵母粉，适量白糖，喜欢甜一些呢，可以多放一些。然后我们用勺子搅拌均匀，使它们均匀的融合。下面我们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。鸡蛋和玉米面的比例为1:100克，因为鸡蛋能增强玉米面发糕的稳定性，使其不塌陷，保持松软的口感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130毫升纯牛奶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大家会发现，随着搅拌
会变成粘稠的玉米面糊糊，这就刚刚好。同时，我们也不需要往里面加一滴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，5分钟左右。大家请看，这时玉米面糊里面已经无明显的面粉颗粒，而且面糊看起来和奶油一样的粘稠就好。先放在一旁。下面我们准备一个空碗或者其他模具，加入少许植物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碗的边缘部位也要刷到。然后把玉米面糊倒进来，再用勺子把表面整理一下，整理的平整一些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在一旁静置1个小时。下面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准备一把红枣，加入少许面粉，把枣子清洗一下，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清洗好以后，把水倒掉，再次往枣子里面加入清水，把它多清洗2遍。枣子清洗干净以后，下面我们把它用刀对半切开，切成2半。枣子全部切好以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玉米面糊醒发好了，揭开保鲜膜，再把枣子均匀地平铺在上面。这一步虽然简单，但是很多人都会在这里出错。有人拿筷子直接搅拌面糊是不对的，那样就会把面糊里面的气孔搅散，做出来的发糕就会和死面的一样，一点都不松软。正确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搅动它。好了，枣子全部铺满了，我们往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把它先放在一旁。接下来我们在锅里面加入适量清水，放上蒸盘，再把红枣玉米面糊放进来，盖上盖子，开中火加热40分钟，然后再焖5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取出蒸好的玉米面发糕。揭开保鲜膜的这一刻真的太香了。脱模前呢，我们先用铲子在碗的边缘划一圈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我们在碗上盖上一个盘子，然后给它倒扣过来。我们可以用手掰成小块，也可以用刀切。像这样做出来的玉米面发糕，松软蓬松，不粘牙，既健康又营养。吃起来的口感呢不粗糙，而且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手都不用沾面就能轻松的完成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同时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交作业哦。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是老蔡，我们明天再见。